大家好，比特币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势哦。昨天一张图表，本以为看8天会不会往上突破，现在是5天比特币就突破了。那这里是否是有效突破？以及胜率90%的哈根阿喜蜡烛图，反正自2022年底部 all in 以来，每一次回调2至3根，只要你胆子大，2023年傻瓜式买入，2024年傻瓜式买入，2025年傻瓜式买入。后面大概率都会大赚。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。2022年当时比特币在$20,000左右的底部，虽然后面是最终的低点跌到$15,000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市场上面，除非你是神仙哦，你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资产买在，或者是散户一般追求的就是肯定要买在最低的位置。那我们看一下。这2年也是跟朋友们讲，你不要去看空比特币，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。简单的投资方法，你把这一个哈根阿喜月线的指标调出来，怎么调的？从这个位置点击蜡烛图，你不要用这个普通的 candle，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candle， 然后移到这个哈根阿喜，用这一个月线的哈根阿喜指标看的是更明显哦。熊市你去数一下这里面的蜡烛是不是12个？那2018年的熊市，你去数一下这里面的蜡烛，我们直接来数吧。从高点到低点，跌了接近12个。那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高点到低点，跌了接近12个。那2015年的熊市呢？2014年的熊市呢？高点到低点，它是跌了接近15个。所以差不多一轮熊市，1年的时间，你就应该在底部的位置赶快去买入。那买完以后，反正也是跟大家讲，你要坚信自己，坚信比特币，它牛市并没有结束。包括这个位置$11,000，反正我是相信比特币牛市没有结束，因为很简单啊，你看一下2019年到2021年，比特币是涨了20倍，2000%。那2015年牛市这个位置涨幅是更大啊，反正是100多倍。所以我个人的观点。这一轮是有美国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支持这一个比特币，所以我们简单计算一下，你就算从这个15K 的低点到现在的位置，也就不到600% 的一个空间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一轮比特币的牛市，反正丑话放在这边，它肯定要超过2019年上涨的牛市，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，那这一轮牛市，每一次回调，2023年的时候这个位置。2根红色的蜡烛，那当时在这个位置低点做多。我们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这一个之前是免费的小组，我们看一下，也就是2023年10月13号的时候，这一笔 26.6K 做多的多单，止损是没有再跌破这个 26.4K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这一根 K 线你自己去看一下 ，low 它的低点是没有再跌破 26.4K。那现在价格涨上来。以及我们看一下，包括当时50K 左右，也是3根红色的蜡烛，有回调的位置低点你去买，或者是你不敢买的话，它变绿的时候上来不是也有利润嘛？以及我们看一下之前在这个位置75K， 推特或者是视频，包括交易群也是通知朋友们，反正75K 继续做多。我们可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比特币的这个小组，朋友们有用我们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月交易量达到的，你可以直接在群上面或者是私信我的头像啊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，也就是2024年4月份的时候，价格跌到75K， 这一笔记录我是有编辑过，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月线的这个哈根阿喜指标，就是如果在市场上面待久的老手应该都知道，其实买点的位置，特别是期货这一块，你要防止主力不把你给爆差，那就是尽量在回撤的位置，这么傻瓜的一个指标，反正2到3个你就尽量想办法，或者是找前面的支撑买入就可以。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昨天是跟朋友们分享，如果从这一根蜡烛开始计算，它有没有可能向当时底部这个位置启动？启动以后，这边是盘整了8根，然后蜡烛再往上涨。现在是感觉更强势哦。如果从这一根开始算，1、2、3、4、5，因为5是斐波那契数列，8也是斐波那契数列。那昨天一根上涨已经是感觉有一点突破了这一个，就是看涨期型，短期感觉是有一点突破。不过等下4个小时再跟大家讲，就是比特币你要防它会不会还是在这个位置盘整。不过我个人是希望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有效突破，因为你看一下日线的这一个 KD 指标，它黄色的值也已经进入80。那以前有跟很多朋友讲过，一般历史上，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位置刚启动上来的时候 ，KD 指标进入80，你看一下后面基本上价格也是涨的，也就是最近一直在讲的这个位置比特币看涨期型的结构，有没有可能像就是2023年？因为包括当时这个位置洗盘的时候，下方的这个 MACD 指标，它也是洗了有一段时间，然后略微跌破零轴，然后在零轴左右继续黄金交叉，配合这个 KD 指标进入80突破，就是一大波爆发的利润。所以如果从这个旗杆的位置去计算，低点到这个高点，它是一个空间的满足位。那现在的位置这段时间也猜不准，持有100枚以上金鱼的钱包到底为什么在转出？但是我的观点是，该买的低点，全上面是75K 做多，或者是上一次跟朋友们提到，这个位置有一个看涨加特力，基本上低点的位置去买。那现在的位置，我的观点是尽量利润持有为主，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期型的突破。那有没有可能下一个上涨目标，就是从这一个旗杆的高点到这个旗杆的低点，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，这个旗杆有没有可能下一个目标，比特币会不会涨到这个15万美元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5天4个小时里面5天的这个盘整区，昨天它是在突破，但是中间是有一个小小的回撤。那现在还好啊，它价格也就是这一个5天盘整区间几根 K 线的高点画一个箱体，那有一种形态突破，你价格不能回来，或者是这个位置再突破，我们尽量观察是不是日线里面期型的有效突破，就是价格不要再回到这一个10.7万，我们取低一点吧，10.75万美金不要再回来，或者是如果价格再回到这个箱体区间盘整，那你要防这个位置期型是不是假突破，它还在那个期型里面盘整，因为从4个小时里面来观察，高点是更高，然后 KD 指标高点它是更低啊，以及这个 MACD 指标也是高点更低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压力还是在这一个2550美金啊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以太坊，其实这一次盘整下方的这个 MACD 指标，它也是略微跌破了这个零轴，现在是在零轴附近，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黄金交叉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反正所有的币种都不要去偏空啊，应该还是尽量看涨为主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狗狗币经过2天、3天的上涨，现在好的一点，这个下降趋势也是已经突破了，所以短期这个压力我感觉不重要啊，有可能一根上涨，或者是短线我们观察会不会有回撤，就像之前的一根上涨，回撤到一半的位置，那现在一根上涨，我们尽量观察吧，趋势线已经是突破，有没有可能再回撤趋势线的位置，或者是短线的一个支撑位，大约是在0.165附近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